徐奶爸到底对福宝有多偏爱，才会让他对着医保大叔喊亲闺女名字？哇，喂，医保，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人。医保看向徐奶爸的表情是满脸不耐烦，内心 OS 喊就喊了，怎么还暴露我的年纪呢？只能说自从福宝来到神树坪后，徐奶爸的眼里已经容不下其他小熊了。每天他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回熊猫内舍看自家宝贝一眼。这不，早晨他一般就要先看一下。只可惜此时的福猪猪还没睡醒，老徐看到闺女萌萌的迷糊蛋样子后，还忍不住上手揉揉脑壳，这温柔宠溺的语气让其他小熊感到陌生。你也是没睡醒啊？难怪小福会对徐奶爸撒娇，即便是看到心爱的小苹果也要赖床，非要让他喂到嘴边才愿意。哟，想吃啊？起来吧。都知道福宝打小就很不爱干净，有着青团公主之称的他回国后也是如此。奶爸都看不下去了，吐槽闺女时简直就是操心的老父亲。你看你死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干净地方不去睡觉，睡点干的。还记得神树坪的熊猫集体过生日那天，只有福宝的餐桌上有鲜花，这可是公主独一份的仪式感。不得不说，奶爸对孩子的偏爱太明显。当年口口声声说的一视同仁，忘记了吗？我们单位的饲养员对熊猫可以说是一视同仁，其实每一个熊猫都是宝。对于徐奶爸来说，福宝的确是滚滚中不一样的存在。父女俩冥冥之中很有缘分。8年前就是他将小福的妈妈抬上木架，8年后也是他去机场接宝贝回家。况且身为熊猫圈顶流的福猪猪，还带给了奶爸很多的第一次。今天我想提担心小福人嘛，国外今天很多个碟子，这些碟子都是他带进门。收到熊猫的话，话一摸多。聪明懂事的福宝还很依赖奶爸，营业期间会一个劲找他，总是把小脑壳伸进内设观察。看到对方去隔壁邻居家就疯狂吃飞醋，即便是老徐打扫个卫生，热心市民福猪猪也要主动帮忙。只可惜宝贝闺女越帮越忙了，喊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忙？面对如此懂事善良的好孩子，徐奶爸怎么可能会不偏爱呢？你见过比大学生眼神还清澈的国宝吗？胖大海从小到大都不是一般熊，小时候的他委屈巴巴躲在墙角，长大后苦学技术编鸡笼，明明体型壮如一座山，却喜欢对着奶爸奶妈撒娇个没完。事实上，这小子从刚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注定他有着不平凡的一生，不仅用一声狗叫震惊奶妈，还是同龄滚滚们中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别的小熊猫都是白白净净的毛绒玩具，唯独胖大海又红扑扑又大，都把小家伙尴尬到缩头缩脚。内心 OS 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小一点。或许是因为格外显眼的身材，胖大海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后逐渐内向，性格孤僻的他总是独自一雄行动，经常蹲在小墙角玩妈妈的青团，即便弄得满身都是疤疤也是笑嘻嘻的。难怪这小子人送外号史大海。然而看似是个爱熊的胖大海，内心却是妥妥的搞笑男。当奶妈在打扫卫生时特意给他唱歌，宝贝原本还想给对方个面子，即便自己困到睁不开眼也在极力配合。或许是因为奶妈的歌声太魔性，宝贝到最后装都不愿意装了，直接向后一倒，装作呼呼大睡的熊样。当其他熊还在吃竹子的时候，胖大海已经用竹子掌握好几门手艺活，不是背着竹笼找饲养员要零食，就是化身包笋机器。只可惜包完的笋子全进了妈妈英华嘴里，亲妈粉至今没想明白这小子为啥胖。不过英华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爱孩子的。每当调皮的胖大海爬树看风景，他就待在树下默默等待着接好蛋儿回家。宝贝看到英华后也会马上下树，母慈子孝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只可惜没多久中心爆发犬瘟热，北洞担心小家伙的安全便提前召回。刚满1岁的胖大海就这样离开饲养员和妈妈独自远赴北洞。久久没有适应新环境的他，总是躲着新饲养员孤零零趴在树上，直到隔壁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出现。这小子整天被萌兰缠着唠嗑，对方还投喂过新鲜竹子。原本还内向拘谨的胖大海逐渐被治愈，宝贝不仅学会了萌兰同款咬手手，还化身北洞第一显眼包。平日里不是对着姨姨们疯狂扭屁股，就是和院子里的乌鸦斗智斗勇。自从不速之客弄坏自己的阿贝被胖头鱼后，胖大海就彻底和恶霸乌鸦结下梁子。每当发现对方来自己的院子，他就打起12分的精神，恶狠狠盯着，总感觉这小子下一秒就要扇过去了。胖大海简直就是天选搞笑熊，从小到大的熊生履历都很精彩。笑不活的邋遢熊福大妹彻底向福宝姐姐看齐，艾女士未来的带娃生活更艰辛了。这天又到了交换2个崽崽的日子，江爷爷小心翼翼捧起福大妹回到哺乳室，此时的他还没有察觉到异样。然而等到2只崽崽并排挨在一起的时候，江爷爷震惊地发现，福大妹浑身上下像被劈崩过一样焦黄，一整个就是锅巴公主2号。在福大妹的衬托下，福小妹简直白到发光。见此情形，二宝小小的脑袋瓜里满是困惑。
他不明白姐姐为何要将身上搞得如此邋遢，而福大妹却骄傲地扬起小脑袋，表示除了有混世魔王之称的福宝姐姐，也就只有自己有能力将费妈精神传递下去了。这身每天打滚造的黄不拉几的毛就是最好的象征。作为粉丝公认的废头子2号，福大妹的日常就是吃奶睡觉闹妈妈，并且凭一己之力把爱女士折磨到失去灵魂。不知爱宝看到福大妹连毛色都像极了福猪猪，会不会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？毕竟当初被福宝支配的恐惧还萦绕在心头。为了不让妈妈睡觉来陪自己玩，费妈头子福猪猪硬是使出了18般武艺。只见福宝不断拽着妈妈的手臂，试图把她拉起来，而爱女士仅用一掌就成功制服福猪猪，还伸出手捂住胖闺女的眼睛，试图将其封印。可福猪猪铁了心要爱女士陪她玩，挣脱妈妈的手，不断的在身旁打滚撒娇。爱女士无奈只能强打精神举起福宝完成飞机，心想再忍忍，再长大一些就能揍了。没想到长大后的福宝越来越喜欢犯混，即便爱女士3天2头就棍棒伺候也不吱声。这天爱宝正懒洋洋地躺在木架上写字，谁料一脸不怀好意的福宝悄咪咪绕到妈妈身后，只见他先是蓄力，然后猛扑，对爱女士来了个泰山压顶，还贱兮兮地表示妈妈感受胖闺女沉重的爱了。深感绝望的爱女士双目无神地望向镜头，内心 OS 谁能来救救我，快把这妮子。并且福宝还尤其喜欢咬妈妈身上的毛发，如果是几根或者一小撮，其实也不会被发现。然而福猪猪非要啃上一大口，正在喝水的爱女士顿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，转头看到福猪猪嘴里咬着一坨棉花糖般的毛，气得爱女士大喊秘密。如果不是福宝长大后开始独立生活，恐怕爱女士那一身洁白的皮毛早就坑坑洼洼了。然而好不容易摆脱费妈的混世小魔王，自己又被乐宝的身材勾引，造成后果就是来了个废头子2号福大妹。爱女士一边悔不当初，一边奶娃。好在目前来看福二妹的性格比较温柔，但愿未来能成为一只贴心小熊吧。原来熊猫圈也盛行穷养儿子富养闺女，北洞的萌二最爱的就是赚钱3件套，一张破凉席，一个打满补丁的麻袋枕头，以及象征身份的名牌。每天营业时总要先看看这些东西还在不在。起初萌二还有一个胖大海边的基隆，但萌小六出来营业后直接一屁股做成了基隆。闲着无聊时还扯坏了萌二的凉席，导致二小子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好在黄连奶爸大发善心，又拿来新凉席，给二小子铺了一张板板正正的行军床，并摆放了一只破破烂烂还打满补丁的麻袋枕头，那架势就像萌二开学要军训那样。黄连奶爸不愧是北洞所有大熊猫欺负的对象，就这直男式铺床就够萌二生气好几天，并且这只破麻袋不知道多久没洗了，上面脏兮兮的，隔着屏幕都感觉有些臭臭味道。二小子出来后闻了闻，也是一脸的嫌弃，于是萌二身体力行的直接躺倒在水泥地上，气愤表示奶爸铺的床狗都不顺。等到加餐时间，萌二又和黄连奶爸僵持许久，浑身反骨的他死活不肯伸手接过窝窝头，企图以此威胁奶爸给自己换个床。而一向鬼机灵的二小子转头又在游客面前吃草卖惨，仿佛在说没天理啊，谁家国宝吃不饱穿不暖。但一向好拿捏的黄连奶爸这次格外的野气，不仅把窝窝头直接丢萌二身上。第二天萌二上班时依旧是整齐的行军床，这下轮到二小子不但病了这货转性了，但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萌二咬咬牙直接躺了上去，然后十分嫌弃的一脚把麻飞踹下了床。而分封到东北的思佳公主却是两极反转，过生日时亲妈粉给闺女送上了豪华公主床，看到思佳很喜欢软乎乎的垫子，奶妈大手一挥送上了厚厚的针织板床垫，并且在床顶上安装了各种各样的玩具。思佳公主睁开眼就能看到鱼儿在空中穿梭，并且奶爸奶妈采摘了许多被爱意浇灌的鲜花，一朵一朵铺满思佳公主的床。鲜花和公主床共绘浪漫，只为得到公主的笑颜。在奶爸奶妈的宠爱下，思佳如同真正的公主一样娇俏可爱。睡觉时她会先整理仪容，然后盖好小被子，伴随着花香慢慢进入梦乡。而思佳的待遇和广州长隆的萌萌相比，真的可以说是大巫见小巫。萌萌拥有一个竹帘制成的超大公主床，奶爸们还为她挂上了字画，甚至还用干冰烘托氛围，这么奢侈真的是宛如仙境。果然闺女就是用来宠的，至于亲儿子只要吃好喝好活着就行。七仔就是全网最损最欠最贱的大熊猫吧。这天七仔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邻居乐乐，便兴奋地跑到窗边和他唠起了八卦。结果两熊聊到兴头上时，七仔竟模仿起了阿宝被咬耳朵的惨样。只见他一边摸着耳朵一边呲着大牙，仿佛在说那货当时就是捂着耳朵嗷嗷惨叫，那声音简直是听者伤心闻者乐。七仔这惟妙惟肖的模仿能力，不由得感叹他上辈子一定是影帝转世。还没等对面的乐乐做出反应，这边七仔就已经笑得身子晃来晃去，而且他模仿时还知道特意捂住耳朵，生怕对面的乐乐帮阿宝报仇雪恨。贱兮兮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好气又好笑。而七仔不仅会嘲讽阿宝的扳手耳朵，还学会了对方用脚撑头的招牌动作。虽然没有阿宝那般帅气，但好歹多了一丝纯，和地主家傻儿子的形象非常符合。不过如果阿宝知道了七仔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会半夜惊坐起，不是他有病吗？咬了我不赔医药费也就算了，还嘲讽我。虽然阿宝被七仔咬耳朵后成功从13线小透明成为1线网红熊猫，但当他在水池边看到头上的扳手时，还是两眼一黑，感觉熊生再也没有了盼头。顶着个扳手，自己以后怎么再撩大美熊？伤心的阿宝咬下树皮，不断往耳朵上蹭，试图把自己的米奇朵朵恢复成原来的模样。可惜没有502胶水的加持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
气得阿宝对着天空怒吼：“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”因此，为把七仔在熊圈、猫圈、熊猫圈的名声搞臭，阿宝四处跟伙伴交流被咬耳朵的经历。起初，对面的乐乐还有点不信，阿宝急忙摸着自己的扳手耳朵表示：“你看看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证据。”因此，乐乐成为七仔的邻居后也非常害怕，每次和对方碰面都要摸摸耳朵还在不在，并且在阿宝的卖力宣传下，七仔的凶名在整个熊猫圈传播开来，导致许多小熊都对他避之不及。对此，阿宝表示：“这都是你活该的。”之后的日子里，七仔每天活得战战兢兢，生怕有仇家来帮阿宝报仇，就连饲养员谈话都认为在暗中谋害自己。结果七仔提心吊胆没几天，就被鸿星尔克官宣终身守护。这下七仔的尾巴简直要翘到天上去了，背靠2座大山，看谁还敢打自己的主意。至于阿宝哪凉快哪待着去了。虽然如今阿宝的耳朵变成了爱心形状，但七仔带给他的嘲讽简直杀熊诛心。如此看来，这场咬耳朵连续剧最终的受伤者也只有阿宝一熊罢了。